有个时候，佛陀住在舍卫城的奇树林即孤独园。有一天，佛陀对出家弟子们说：弟子们，如来说开启智慧的人才能从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弟子们，要开启什么智慧才能除灭烦恼和痛苦呢？那就是要知道和明白世间的物质事物，包括世间人的物质身体是如何聚集形成出现的。世间的物质事物，包括世间人的物质身体是如何逐渐衰败、灭亡、消失的。感受是如何聚集形成出现的，感受是如何逐渐衰败、灭亡、消失的。念想是如何聚集形成出现的，念想是如何逐渐衰败、灭亡、消失的。行为是如何聚集形成出现的，行为是如何逐渐衰败、灭亡、消失的。认识、分别、判断是如何聚集形成出现的，认识、分别、判断是如何逐渐衰败、灭亡、消失的。弟子们，如果明了了这些世间的真相、规则，就能将烦恼和痛苦除灭殆尽。弟子们，证悟解脱的果位是有前提条件的。什么是证悟解脱果位的前提条件呢？那就是从世间一切的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，这个简称解脱。解脱就是证悟解脱果位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解脱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解脱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不挂念和执着世间一切的事物，不挂念和执着内心的一切念想，这个简称无挂念。无挂念就是解脱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无挂念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无挂念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从对世间事物的沉迷中清醒过来，从对内心念想的沉迷中清醒过来，这个简称清醒。清醒就是无挂念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清醒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清醒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知道、明白世间的真相、规则，开启智慧，这个简称智慧。智慧就是清醒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开启智慧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开启智慧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让内心不胡思乱想，让内心不散乱，安住于清净的境界中，这个简称定。定就是开启智慧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定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让身心保持舒适安乐的境界，这个简称为乐。乐就是定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乐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乐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让内心安静、宁静，让身心轻松安详，这个简称为清安。清安就是乐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清安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清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让内心产生大欢喜，这个简称为喜。喜就是清安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喜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喜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让身心产生愉快的感受，这个简称为悦。悦就是喜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悦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对如来的正法升起坚固的信心，这个简称为信。信就是悦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信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身心产生了烦恼和痛苦，想要找到解决烦恼和痛苦的方法，这个简称为苦。苦就是信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苦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世间有了不同类别的众生产生，有了众生的出生、投胎、再次出生，以及有了世间事物、身体、感受、思想、行为、认识、分别、判断的显现和产生，有了各个容纳众生生存、生活地方的产生，这些简称为生。生就是苦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生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有了因缘果报的产生，做善事得善报，做恶事得恶报。如果是为了满足欲望产生了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实际行为，那么就会有欲望方面的因缘果报。如果是对世间的事物事情产生了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实际行为，那么就会有物质事物方面的因缘果报。如果是对精神思想方面产生了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实际行为，那么就会有精神思想方面的因缘果报。总之，破坏、损害、伤害事物，
众生。那么做出这些行为的人或众生，就会同样受到破坏、损害、伤害的果报。因缘果报的产生简称为有，有就是生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有也是有前提条件的，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产生了执着、执取，对世间的事物事情产生了贪欲执着不舍，坚持不放，执着不合乎因果的错误见解，执着与解脱无关的境界与禁忌，执着世间有真实的我存在的论点，为了追求和获得这些贪恋执着的事物和思想，而产生了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升起念想的实际行为，这个简称为取。取就是有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取也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产生了贪爱，就是世间人对物质事物产生了贪爱，对身体产生了贪爱，对声音产生了贪爱，对气味产生了贪爱，对味道产生了贪爱，对触摸感觉产生了贪爱，内心对各种外界事物、精神思想产生了贪爱，这些简称为爱。爱就是取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爱也是有前提条件的，爱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世间的众生接触外界的事物事情，精神思想后产生了感受，眼睛看见事物后产生了感受，耳朵听到声音后产生了感受，鼻子闻到气味后产生了感受，舌头尝到味道后产生了感受，身体触摸到事物后产生了感受，内心接触到外界事物、精神思想后产生了感受，这些简称为受。受就是爱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受也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受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外界的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被世间众生的身体和内心接触到产生了认知，也就是眼睛接触到事物，看见了事物；耳朵接触到声音，听到了声音；鼻子接触到气味，闻到了气味；舌头接触到食物，尝到了味道；身体触摸到事物，产生了触觉；内心接触到外界事物，精神思想开始思虑，这些简称为触。触就是受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触也是有前提条件的，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有了外界的事物事情、外界的精神思想与世间众生的身体和内心接触的地方，有了六触：眼触、耳触、鼻触、舌触、身触、意触，也就是有了眼睛接触事物的地方，有了耳朵接触声音的地方，有了鼻子接触气味的地方，有了舌头接触味道的地方，有了身体接触事物的地方，有了内心接触外界事物、精神思想的地方。要注意，只是有了接触的地方，还没有接触。也就是说，外界的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是从这些地方被世间众生的身体和内心接触到的。这些众生身体和内心接触外界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的地方简称为六触。六触就是触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六触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六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有了精神、思想、心理，有了物质事物、身体的显现产生。精神、思想、心理就称为名，物质事物、身体就称为色。精神、思想、心理和物质事物，包括人或众生的身体，就统称为名色。名色就是六触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名色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名色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对外界的事物事情以及精神思想产生了认识、分别、判断。比如眼睛认识、分别、判断事物；耳朵认识、分别、判断声音；鼻子认识、分别、判断气味；舌头认识、分别、判断味道；身体认识、分别、判断触摸的感觉；内心认识、分别、判断思想。对于外界的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产生了认识、分别、判断，就叫做识。识就是名色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识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识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产生了三种行为：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升起念想。有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造作和产生就是行。行就是识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，行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行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不明白出生在世间的众生是很痛苦的，痛苦的根源是贪爱，
只有先灭除了贪爱，才能灭除痛苦。而灭除痛苦的方法就是修习八正道。不明白苦集灭道四圣谛，就叫做无明。无明就是行产生的前提条件。弟子们像这样以无明为前提条件产生出行，以行为前提条件产生出识，以识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名色，以名色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六处，以六处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处，以处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受，以受为前提条件产生出爱，以爱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取，以取为前提条件产生出有，以有为前提条件产生出生，以生为前提条件产生出苦，以苦为前提条件，想要寻找解决烦恼和痛苦的方法。由此对如来的正法产生出信，以信为前提条件产生出悦，以悦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喜，以喜为前提条件产生出清安，以清安为前提条件产生出乐，以乐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定，以定为前提条件，从而开启智慧，以智慧为前提条件，从而清醒，以清醒为前提条件，从而无挂念，以无挂念为前提条件，从而解脱，以解脱为前提条件，从而证悟解脱的果位。弟子们，这就如同天降大雨，雨水从高处向下流入低洼的山洞、沟壑、缝隙，流入溪流，溪流的水又继续的流入小水池，小水池的水流入大水池，大水池的水流入小河，小河的水又流入大江、大河、湖泊，大江、大河、湖泊的水又流入海洋。这样雨水从高处向下流入低洼的山洞、沟壑、缝隙汇集形成溪流，溪流的水又汇集形成小水池，小水池的水又汇集形成大水池，大水池的水又汇集形成小河，小河的水又汇集形成大江、大河、湖泊，大江、大河、湖泊的水又汇集形成海洋。弟子们，同样的道理，以无明为前提条件产生出行，以行为前提条件产生出识，以识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名色，以名色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六处，以六处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处，以处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受，以受为前提条件产生出爱，以爱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取，以取为前提条件产生出有，以有为前提条件产生出生，以生为前提条件产生出苦，以苦为前提条件，想要寻找解决烦恼和痛苦的方法。由此对如来的正法产生出信，以信为前提条件产生出悦，以悦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喜，以喜为前提条件产生出清安，以清安为前提条件产生出乐，以乐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定，以定为前提条件，从而开启智慧，以智慧为前提条件，从而清醒，以清醒为前提条件，从而无挂念，以无挂念为前提条件，从而解脱，以解脱为前提条件，从而证悟解脱的果位。弟子们，这就是世间人或众生痛苦和烦恼除灭的过程。世间的人或众生按这样的方法去修行，就能从生死轮回的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，最终证悟解脱的果位。佛陀说法后，出家弟子们都再次的顶礼佛陀，他们随喜赞叹佛陀说法的无量功德，都按着佛陀所说的法去修行。